大家好，我是摄影师 Pen， 欢迎来到维生数码生活。上期 Harry 同学跟大家分享了 R5 和 R6 的区别，今天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作为职业摄影师，我们是如何设置这台 R5 和 R6 的。同时我也会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这几天我们使用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小问题和小发现。我们是一个新的频道，未来会在节目中分享更多我们工作上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办法。在拿到 R5 这一天，基本上我花了整整一天在设置这台相机，然后直到晚上我还在修改一些很细节的设置。其实这台机器和传统的单反使用习惯上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，因为我们在设置这台相机的时候，我们要不断去回想平时的拍摄场景，所以一个好的设置会给我们使用上带来很大的便利。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一些重点的设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佳能的 C-RAW 这个格式它节省了40%的空间，但是在实际使用上并没有太明显的区别。因为原本 5D3 我们拍 RAW 格式64G 的卡大概能装2200张照片，这次拍摄我们用了 R5 开了 C-RAW 拍摄，大概拍了2000张照片，最后看了一下占用空间大概在34个G 左右，也就是说它还能比 5D3 的 RAW 格式再小接近一半的空间。打开 PQ 模式之后，我们遇到了2个限制。第一个是没法打开静音快门，第二个限制是在这时如果你要把拍好的照片传到手机上的话，它会不让你传，它会说让你手动在相机里把 HEIF 格式转换成 JPEG 才能传到手机上。接下来是防闪烁功能，这个功能是我们平时避开的功能，因为平时拍摄活动比较多，这种复杂光线下面会有一些闪烁的灯光，或者说日光灯下面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色块，但是打开了会有一些副作用，就是快门的时滞会增加。接着这个未装卡释放快门的功能是肯定要关掉的，因为你不想拍摄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没有装卡。影像稳定器模式，这个拍照一般肯定是开着的。关于记录功能，基本上我们是一张 SD 一张 CF Express 2张卡都存 C-RAW， 这样的话就比较保险。如果想节省成本的话，其实可以买一张容量比较小的 CF Express 卡，然后只存 JPEG， 主要的 C-RAW 存在 SD 卡里面，这样子的话成本就会比较低。还有一个小经验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习惯，在我们每一张存储卡的背面会有一张小贴纸，这张贴纸里面会写我们的联系方式，如果我们有一天不小心把存储卡掉了，还有很大的机会能找回来。曝光模拟这个功能在棚拍的时候是需要关掉的，因为在棚拍的时候，你如果快门光圈都设置了适合闪光灯的设置的话，你在取景器里面看到的是一片漆黑。显示性能这一部分，如果说把高帧率打开的话，的确会有一种非常流畅的感觉，但是耗电的确也会变得更多。如果希望省电的话，就可以把这个功能给关掉。连续自动对焦这个功能通常我们会关掉，如果不是的话，镜头它一直在寻找焦点，它会一直在叫，也会比较费电。这个功能打开的话也是有一定好处的，就是在你瞄准物体准备按下快门之前，它其实已经非常接近合焦的点了，就会节省你对焦的时间。视幅对焦通常我们是选第一个比较平均的，但是在微单使用上，它的反应速度会比传统单反要慢，所以我选择的是第3个。关于限制自动对焦的方式，我们通常只会打开人眼追踪，还有一个单点对焦，其他我都关掉，方便后面设置一个一键切换。说到对焦，我们在使用时还遇到了一个问题，但是这个问题呢，在 EOS R 还有 5D3、5D4 的实时取景模式下，我们都遇到了。具体的现象是，中心对焦点在有些情况下对着一条非常平的横线时是非常难合焦的，也就是它会不停地拉风箱，没法合焦。但对焦竖线的时候，它就会非常干脆。这是由于目前大部分的全画幅微单相机都还在用一致型对焦点，而不是十字对焦点，所以在特定情况下会遇到对焦困难的问题。关于摇杆的灵敏度，如果你之前是从单反过渡过来的话，你应该会觉得它默认设置移动的太慢了。关于版权信息这个地方，通常我们会放上我们的网址或者个人的名字，这个作用主要有2个，第一个就是你拍摄的每一张照片都等于嵌入了一个个人的签名，第二个作用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的相机丢了，有人也许能从这里面看到你们的联系方式。限制拍摄模式里面，我们会把不常用的模式都关掉，一般我只使用手动挡或者光圈优先，
其他的关掉，这样切换起来会比较快。自定义按钮这个部分其实还挺值得详细说一下的。从 EOS R 开始到 EOS R5 这个部分的可自定义程度，其实已经有点像 EDX 了，可自定义的内容还是挺多的。首先 AF On 这个按键，平时偶尔会需要调整一下连拍的速度。然后星号按键的设置，我设置成了几个常用功能 ：ISO、白平衡、对焦模式选择，还有连拍设置和图像风格。原本的对焦模式按钮，我直接设置成了对焦点切换功能，因为我前面已经把不实用的对焦模式关掉了，也就是我只要摁一下这个键，就不断的在人眼对焦模式和单点对焦模式之间切换。前面的景深预览按钮设置成了单次对焦和视弧对焦的切换。Set 按键我设置成了开启截幅模式的按键，这种我们在拍摄演唱会经常会用到，不但增长了焦段，还缩小了文件体积。好，到这里相机的设置基本也就已经完成了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参考，也希望大家把自己的设置分享到留言区里，我们大家互相取长补短。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希望给我们一键3连的鼓励，然后我们继续还会对这台机器做更深入的测试，希望大家持续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